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本能够彻底改变你思维方式的书《结构思考力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宗秋，他是中国结构思考力学院创始人，拥有多年思维训练和企业培训的经验。李宗秋老师通过这本书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思维工具，帮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理清思路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么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正确的判断呢？答案就在《结构思考力》这本书中。李宗秋老师在书中提到，思考力是现代人最核心的竞争力。无论是在职场、家庭，还是个人生活中，良好的思考力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，实现目标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，希望能够激发你的阅读兴趣，并帮助你提升思考力。1. 核心理念：结构化思考。结构思考力的核心理念是结构化思考，即通过构建清晰、逻辑化的思维框架，来分析和解决问题。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整体性和逻辑性，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析和决策。结构化思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麦肯锡的金字塔原理。李宗秋老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一原理，并结合中国文化和实际案例，进行了本土化的解读和应用。金字塔原理的核心是结论先行，以上统下，归类分组，逻辑递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先明确结论，然后通过层层分解，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简单的子问题，并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排列。一明确目标，在开始思考之前，首先要明确问题的核心目标。例如，在进行项目策划时，明确项目的最终目标和关键成果。2. 构建框架，将问题分解成多个子问题，并构建一个逻辑化的思维框架。例如，使用思维导图或逻辑树，就问题进行归类分组。3. 逻辑分析，按照逻辑顺序，对每个子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。例如，使用 5W2H 方法 What, Why, Who, When, Where, How, How much 进行详细分析，以提高效率。通过结构化思考，可以快速理清思路，避免重复劳动，提高工作效率。2. 增强说服力，清晰的思维框架和逻辑分析，能够增强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3. 减少错误，通过层层分解和逻辑分析，可以有效减少决策中的错误和遗漏。李宗秋老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位项目经理在面对一个复杂的项目时，通过构建思维导图，将项目分解成多个子任务，并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排列，最终成功完成了项目。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结构化思考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效果。2. 重要习惯1：结论先行。结论先行是结构化思考的重要习惯之一，即在表达观点或汇报工作时，先明确结论，再进行详细阐述。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吸引听众的注意力，并让对方快速了解你的核心观点。结论先行符合人类认知规律。研究表明，人们在接收信息时，更容易记住开头和结尾的内容。因此，先明确结论，可以帮助听众快速抓住重点。一明确核心观点，在表达之前，先明确你要传达的核心观点。例如，在进行工作汇报时，先说明项目的最终成果。2. 简洁明了，结论要简洁明了，避免冗长和复杂的表述。例如，使用一句话概括你的核心观点。3. 详细阐述，在明确结论之后，再进行详细阐述。例如，按照逻辑顺序，逐一说明支持结论的理由和证据。1. 吸引注意力，先明确结论，能够有效吸引听众的注意力。2. 提高沟通效率，结论先行，可以减少沟通中的误解和重复，提高沟通效率。3. 增强说服力，清晰的结论和详细的阐述，能够增强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销售经理在向客户介绍产品时，先明确产品的核心优势，再进行详细的产品介绍，最终成功拿下了订单。这个案例展示了结论先行在实际销售中的应用和效果。3. 重要习惯2：以上统下。以上统下是指在表达观点或分析问题时，上一层的内容要对下一层的内容进行概括和统领。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思维框架的完整性和逻辑性。以上统下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原则。整体性原则强调的是，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的。因此，在构建思维框架时，上一层的内容要对下一层的内容进行概括和统领，以确保整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。一明确层级关系，在构建思维框架时，明确每个层级的层级关系。例如，使用总和分合总的结构，确保每个部分都紧密相连。2. 概括总结，上一层的内容要对下一层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总结。
例如，在进行项目汇报时，每个部分都要有明确的总结和概括。3. 逻辑递进，按照逻辑顺序，对每个层级的内容进行排列。例如，使用时间顺序、重要性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排列，以增强逻辑性。以上统下能够确保思维框架的逻辑性和完整性。2. 提高理解力，清晰的层级关系和逻辑顺序能够提高听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度。3. 增强说服力，以上统下的表达方式能够增强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书中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位企业高管在向员工传达公司战略时，使用了总分子种的结构，先说明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，再逐一说明各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目标，最后进行总结和展望。这个案例展示了以上统下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和效果。4. 重要习惯。3. 归类分组。归类分组是指将相关的信息进行归类分组，以便于理解和记忆。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信息 overload， 并提高思维的清晰度和条理性。归类分组的理论基础是认知负荷理论。认知负荷理论认为，人类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，过多的信息会导致认知 overload。因此，通过归类分组，可以有效减少信息量，提高认知效率。1. 识别共同点。在归类分组之前，先识别信息之间的共同点。例如，在进行市场调研时，将消费者按照年龄、性别、收入等进行分类。2. 构建逻辑关系。将相关的信息进行归类，并构建逻辑关系。例如，使用因果关系、时间顺序或重要性顺序进行排列。3. 使用图表。使用图表或思维导图，将信息进行可视化展示。例如，使用饼图、柱状图或思维导图，将信息进行分类和展示。以提高效率，归类分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量，提高信息处理效率。2. 增强记忆。清晰的分类和逻辑关系能够增强记忆力和理解力。3. 提高决策质量。通过归类分组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因素，提高决策质量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市场分析师在分析市场数据时，通过归类分组，将消费者按照不同特征进行分类，并构建了详细的消费者画像，最终成功制定了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。这个案例展示了归类分组在实际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和效果。5. 重要习惯。4. 逻辑递进。逻辑递进是指按照逻辑顺序，对信息进行排列和阐述。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思维的连贯性和条理性，并提高表达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逻辑递进的理论基础是逻辑学。逻辑学认为，正确的思维和表达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，例如因果关系、时间顺序、重要性顺序等。因此，在表达观点或分析问题时，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排列，可以有效提高思维的质量和表达的效果。以确定逻辑顺序，在表达之前，先确定信息的逻辑顺序。例如，使用时间顺序、重要性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排列。2. 构建逻辑链条。按照逻辑顺序，将信息进行排列，并构建逻辑链条。例如，使用首先、其次、然后、最后等连接词，确保逻辑链条的完整性。3. 检查逻辑一致性。在表达之后，检查信息的逻辑一致性。例如，确保每个部分之间是相互关联、相互支持的。以提高清晰度，逻辑递进能够有效提高表达的清晰度和条理性。2. 增强说服力。清晰的逻辑链条和连贯的表达能够增强说服力和影响力。3. 减少误解。逻辑递进可以减少信息接收者的误解和困惑，提高沟通效率。书中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位演讲者在进行演讲时，按照时间顺序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排列，并使用了首先、其次、然后、最后等连接词，最终成功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，并传达了清晰的信息。这个案例展示了逻辑递进在实际演讲中的应用和效果。通过以上对结构思考力核心内容的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结构化思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复杂问题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增强个人影响力。结构思考力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思维工具，帮助我们构建清晰、逻辑化的思维框架。通过结论先行、以上统下、归类分组和逻辑递进等重要习惯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和解决问题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思考力，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决策者，我强烈建议你阅读《结构思考力》这本书，并尝试将书中的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相信我，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启发。记住，思考力是可以培养的，结构化思考是可以学习的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